在，好，你要等一下哦。好了，开始了。嗨，我是 JK，欢迎又来到圣经拼图。今天跟大家来讨论外邦教会的演进史。使徒信经当中有一句话是圣而公之教会，代表圣洁、神圣、公平又正义的教会。也就是说，西元813年，政教合一的中古黑暗时期，罗马国教称的圣而公之教会，就是指大公教会的本身，也代表教会中的主教就成为了上帝的代言人。历史上的圣而公之教会是否存在呢？的确是存在，只是不是现在。翻开启示录第2章，写了7封教会的书信，由以弗所一直到老底嘉。这7个城市都是在当时叙利亚的亚细亚省。按地图来看，顺时针走一圈。对于这7间教会的书信，现代的神学有3种说法。第一种，多数的教会会说，2000年来每一个时代都有这7间教会，没有顺序的分别。第二种，有少数的教会说，2000年来每一个世代都有这7种教会，7个时代当中有一种是比较主要的。第3种说法，这7封书信环环相扣，从耶稣升天一直到20世纪，都是走在7个阶段当中。7封书信之后，接着7个封印、7声号角以及7个碗。既然7个封印、7声号角、7个碗都有顺序的，7封书信当然也是有顺序的。为什么没有教会愿意承认第3种说法呢？是不是也隐藏了什么重要的讯息呢？其实7个教会的名字在希腊文都有自己原始的意义，并且是环环相扣的。我们今天只会单讲以弗所教会的时期。启示录第2章第2节，你们曾经试验那一些自称为是使徒的人，其实他们不是使徒，看得出他们是假的。我们可以知道，在初代教会时期有假的使徒。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是有认证的使徒。犹大死了之后，耶稣升天，11个门徒为了要凑足12使徒，在使徒行传第1章26节抽签选出马提亚，补足了12个使徒。保罗第3次旅行之前写了第3封信加拉太书，自称自己本是不配，却是第13位被蒙召的使徒。想要请问，还有第14位使徒吗？当保罗开始第3次的旅行，在以弗所发生了女神雅迪米的事件，保罗就北上，经过马其顿省，来到亚该亚省，在哥林多住了3个月。正要准备坐船往叙利亚以弗所的方向去的时候，得知有一些犹太人在叙利亚，也就是在以弗所的那边准备要陷害他，所以保罗就决意经由原路北上。保罗来到马其顿省返回叙利亚的路上，在了腓立比，示意他的门徒，就是他的跟随者，先到亚细亚省的特罗亚集合。保罗写下第5封信哥林多后书11章12章，再次的提醒门徒提防假使徒、超等使徒以及他们的党羽。在第3次宣教之前，写了第3封信，就是加拉太书。第2章的第11节有记载着外邦人的一场饭局，彼得跟巴拿巴也在其中一起吃饭。当他们听到雅各那里来的人，也就是雅各的徒子徒孙，准备要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，彼得跟巴拿巴急急忙忙的起身，一起假装没有跟外邦人一起吃饭。由这个事件可以知道，彼得、保罗、巴拿巴主张跟外邦人友好，可以传福音的使徒或门徒受到雅各的监视，而且我们可以了解，彼得跟巴拿巴十分的害怕雅各，所以雅各的徒子徒孙还没有来到的时候，他们就急忙起身，而且一起假装。
耶稣同时也知道弟弟雅各在司提反死了以后，会取代彼得成为耶路撒冷的总会主教。翻开约翰福音7章3节，他的弟弟酸言酸语的建议耶稣说：“你应该去人多的地方显露出你的神迹啊。”同时底下就记载着，因为耶稣的弟弟雅各不相信耶稣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和保罗打对台的假使徒，其实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。我们在现在的资讯里面可以知道，假使徒就是雅各吗？可以用 Google 查询公义者雅各，在 Wikipedia 里面有记载着，公义者雅各是早期基督教历史中很重要的人物，在耶稣死了以后，承接耶稣继续领导耶稣的门徒，他也是耶路撒冷教会建立的一个很重要的推手，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第一任主教。我们可以从旧约的先知书当中，公义者这个头衔其实是属于上帝。当时的雅各自称为公义者，其实他就是等于上帝的代言人，也就是回到我们之前有提过的君权神授的概念。然后我们翻开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之前，你会发现几乎都是以彼得为首的耶路撒冷总会，怎么会跑到雅各的手上呢？并且我们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知道耶稣的交代，彼得是天国的磐石，而且要把天国的钥匙交到彼得的手中。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怎么会变成公义者雅各呢？因为在司提反死了以后，西元40年，耶稣并没有让天国降临，所以众人认为彼得的因信称义的路线有问题，加上当时犹太教的3大支派法利赛、撒都该、艾瑟尼的逼迫，彼得因此失势被流放到边缘。当耶路撒冷总会没有人在里面的时候，就会有另外一个人崛起，那个人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订阅。如果有问题，请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 JK， 下次见。